我不知道这个业父他这个年纪，他干嘛还要去做这么危险的操作？他就好好的过他的日子不就好了哦？那这又呼应了我说的诈骗集团最喜欢的瞄准的是谁？就是这种满手房子的老人哦。所以你各位啊，在我们70岁有房也有钱的时候要千万小心啊！诈骗集团也是虎视眈眈的啦。那这些钱被诈骗掉，很难会追得回来嘛？那你说这位业父他的晚年怎么办是不是很凄惨所以不会讲，就是大家要自己小心一点。那我之前在影片中我也提供一招嘛，就是说你不要把房贷还清如果你还清，你就再去借一点故意的欠银行钱让银行来设定你的房子，造成的效果是说，如果诈骗集团他想要端掉你的房子，端走你的房子，他必须过银行那一关，因为银行是设定人，就很难搞嘛，对不对？诈骗集团有这个实力市场上多的是一堆满手房子都没有贷款的老人，先去骗他们所以这就相当于给自己上一个安全锁我自己会奉行这个方法。满手现金的老人不懂投资先说结论，会说这种话的人才比较奇怪。这些有钱老人满手的房子堪比台积电股票，那你怎么会觉得他不懂？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买房拼的是长期的眼光，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满手现金的老人不懂投资吗？这次来聊一个 Dcard 上的文章标题我念一下它内容是这样，反正它就是举了很多房子买房的缺点第一点，租金投报率世界前几名的低。第二，股市大盘的报酬率就比房子报酬好太多三，未来台湾人口少一半等于需求少一半。那最后下的结论是说，会买房子的人完全就是现金太多又不懂投资的老人吧那我觉得这个原 po 提的结论也有点特别啦，才来聊今天这一集。好，来先说结论。对，有能力买房自产的很多都是老人六都的老人一堆都现金买房，现金买这也不是我讲的等一下你会看到那个台北前辈肖店长他就是这样讲那有能力买台北市，很多都是报现金直接去也不贷款的这就财富传承嘛，放钱的地方。比方说之前什么台商鲑鱼回台什么有的没的，好，就瞬间多了好几百亿要找地方放放股票他们又不敢那就买房子来放几个儿子女儿就一人一间比较好的这样那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些老人Dcard原 po 瞧不起的老人，他口中没有投资能力的老人，却有能力满手现金，直接不贷款买房？难道你要跟我说这些老人都是买虚拟货币？他们就是在2010年的时候慧眼如炬直接买了到时候不到1块钱的比特币，报到现在才卖掉，所以才会满手现金。怎么可能嘛所以你要知道，买房投资是一门技术。那我想跟你讨论的是，为什么这些老人有办法一直赢到现在，赢到外面的人都看不懂我的看法是，他就押对赌盘那然后押赢了继续押然后就这样子。怎么说？我们之前有说，这些满手现金的老人都是怎样买房子出租？那因为他买的很早，所以他买的价格很便宜，然后就出租。例如说，我乱讲他在新北市有一间房子在卖200万的时候他就买了。好，那现在这个房子的租金一个月收15000就好，请问他投报率是多少？我帮你算好了，9%假设这间房子又隔套收租隔一隔收3万就好，投报率变多少？18%。哪支股票年化报酬率长期稳定比这个高？就不用拿最近暴涨的什么 AI 航海王来出来讲，那个叫特例大立光在5000块的时候，你怎么不讲航海王那航海王在现在这么畅秋的时候你怎么不讲大立光就这样。然后我把这个问题拿去问 ChatGPT， 他就跟我说台积电之类的股票可以长期持有，可是大立光在5000块，你为什么要去长期持有台积电？股市就是这样，就是你回过头一看，全是机会，全是错过跟后悔莫及房子买了就买了，买了就继续出租，你管他的那你又能真真切切的拿到收租的租金那你拿到收租租金，如果有欠房贷就去拿去缴房贷，如果没欠房贷就拿来买菜嘛老人不都这样吗？你说老人只会傻傻买房子，都不会投资不是这样，他们的逻辑是买一个会生钱的东西那这个会生钱的东西，我们年轻人会看现在会说股票他们的年代就是房子那买房子生租金，这对他们来讲已经是天经地义的一件事情。那钱够就去买房子，反正也不是很贵买着买着大家要冲进来买
这个房地产市场造成房地产前所未有的荣景，就是今年然后限制有一大堆请问对他们来说有什么影响？完全没有影响就是这样。最后你要知道为什么房市会不断上涨先说我们现在讲的房市是六都加新竹不要说什么屏东、凤港、台东、太麻里这些地方就基本上就长那个样子都不太会涨，不太会动，也没什么新建案这样。那房价会涨的关键我现在看起来叫人口移入人口移入，房价会涨有千万的理由，真的有人说建商炒作就会涨，对是，但它没有支撑。你现在买起来，你大概放5年那你没有办法确定建商的炒作力道会持续5年。像现在遇到这个地基或信用管制，不是很多建商就熄火了那我看的是人口移入重大建设这是我的流派流派很多，你自己挑一个你喜欢的。那照顾一下 Podcast 的听众，我念一下2023年六都外地客迁入排名迁入台北市 14.4 万，新北市21万，桃园 12.2 万，台中市 14.7 万以上这几个县市的外来人口都是新北市迁进去的。那新北市的人那也一堆是台北市迁过去的这样。那再来台南市 7.8 万，高雄市 12.6 万，然后台南跟高雄就是互迁这样台南搬高雄，高雄搬台南。 OK 好，那我就要问不要说其他地方，就讲我现在住的高雄好了。请问高雄在2023年总迁入人口是 12.6 万，那这 12.6 万人全部都是在高雄已经有房子吗？那怎么可能那他们来也要先租房子才会走到买房子。那你就算是1/10的人要买房子，一年也要多少间？ 1.3 万间。你自己看路边一栋新的建案标准的地下室盖到 B3 大概就是14、15楼，它才能提供几户而已。一年要 1.3 万，建商要毛起来盖才盖得出来呢。所以高雄房价变高是相当正常的事情，就不是什么炒作这样炒起来的。那其他地方也一样就是人口迁入就会涨起来。桃园嘛，桃园不是很明显吗？一堆新北的，然后尤其桃园青埔一堆竹科的，那过去了那房价就会起来了，就这样人口迁入。那等级最高的但是高薪的人口迁入嘛这是最美最漂亮的。但高薪的人口迁入你要看你觉得台积电还会继续再望下一个50年吗？有可能吗？这种东西就景气对不对？所以高薪的工作人口现在看起来很畅秋，那他们能风光多久不知道他们自己都不知道那反而我看一些内需的产业，比方说百货公司这个就长期稳定长期又稳定所以他们薪资都没有台积电工程师高可是它就这样嘛，景气好也是百货公司，景气差也是百货公司，就是开在那里嘛那个电子业半导体景气不好那就是直接到无薪假这种等级呢，就 combo 来级那我们再回到刚才讲的有钱老人为什么他可以一直有钱他就一直买他住新北乱讲新庄，他就一直买新庄住台北市九泉街，他就一直买九泉街就这样你总不会觉得说没有，这些有钱老人就是住风港然后 all in 风港，然后靠风港他变有钱的，很难吧，对吧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聊满手现金的老人不懂投资吗？我先跟你分享了一篇顶卡上的文章他列举了很多买房的缺点，这没什么好讲然后最后下的结论是说会买房子就完全就是现金太多不懂投资的老人那我的看法是买房投资就是一个高门槛的技术，他就必须知道哪边能赚钱那满手现金的老人就是因为他们一直看对，他不会说我看看高雄市，看看屏东风港好便宜然后全部就去买风港，不会嘛他还是会买农十六美术馆这种高雄已经很淡红的地方。那另外我也跟你分享了一张2023年六都外地客迁入排名排行表以我所在的高雄来说，2023迁入就 12.6 万里面有1/10的人要买房就好了，就会有 1.26 万间这个买房的需求那因为有这些外来移入人口在支撑，房价就会自然而然的上涨那满手现金的老人就你当他命好啦他就是一直买，然后都不卖，一直抱着嘛然后他们也不会去报那种什么南投深山或是高雄还有什么小林村，也不会去报到那种房子，他们就是有钱就买蛋黄就买，然后一直囤一直报就有钱了就这样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
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哦，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50%是自住换屋哦，那50%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哦。那前面讲到那个50%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哦，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哦。那50%的财富传承哦，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哦，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哦，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哦。财富传承哦，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哦，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哦啊，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哦。我居然还有观众哦，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啊，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哦，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OK 啊，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说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700坪，高雄最大房仲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 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小老鼠5个 go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那高雄的重大建设，我还做了一个高雄重大建设加美食地图的 Google Map Map 地图反正你点开那个地图就是我做的那个重大建设地图跟很多那个 YouTuber 不是来拍来吃高雄，对不对？那些他们吃的店我都把它点出来，这样都插在地图上，反正就是美食跟重大建设都摆在一起。你要来高雄玩还是你要看房子那你都可以参考这张地图这个我也花蛮多时间做的那我自己也用得很开心因为我就是平常没事我都看那些 YouTuber 吃吃喝喝我去吃这样那使用的方法是你要去我的那个影片的资讯栏复制那个连结，然后贴在你的手机浏览器上，打开来看才会正常你直接点那个连结它会内建打开你的 Google Map这个 app 那不对，那打开来很多问题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你就是用浏览器开就复制那个地图连结，再贴到浏览器去打开，这样才会正常好啦，以上台北的 LINE 高雄的 LINE 重大建设跟美食地图你都有了，那就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
讲八卦哦，今天讲有钱老人哦，这个也是个很有趣的话题哦。大家身边都有听过很多都市传说，所谓的隐形有钱老人，对不对？哦，什么菜市场卖猪肉了，那个房子已经一排了哦，什么有没的。那我最近还有看到一个新闻哦，这个是诈骗，但是来不及把它拍成影片，我先用念的哦，就是说这标题我念你一定会有印象，他写宛如台版地面师。退休医师遭假检警诈骗，名下7房产被抵押，损失7000万。好，就这样。台中一名70多岁退休叶姓女医师独居多年，然后被诈骗集团诈骗，损失7300万。好，那他先骗走了现金4700，然后再诱导富人去押房子，2600万出来，就这样。然后他的报道里面有写，叶富将名下4栋台中房产、基隆及南投各1栋房产进行质押登记。好，就这样。你看看，这个就是有钱老人啊，不懂投资啊，那买房子买到7间，被诈骗都有能力被诈骗7400万，你现在被诈骗，你能被骗多少钱？74万哦，你就觉得很多对不对？人家7400呢，对啊，这些钱怎么来的？就一直买房子那你看，他总共有7间，他光报道里面有提到，就4个台中然后基隆跟南投就6间房子了，然后他去做。抵押是可以筹到2600万的很多呢这就是有钱老人的缩影。我会这样子讲就是隐形老人是真的很多，然后老人就我不知道这个叶富他这个年纪他干嘛还要去做这么危险的操作，他就好好的过他的日子不就好了那这又呼应了我说的诈骗集团最喜欢的瞄准是谁，就是这种满手房子的老人所以你各位啊，在我们70岁有房也有钱的时候要千万小心啊，诈骗集团也是虎视眈眈的啦。那这些钱被诈骗掉很难会追得回来嘛，那你说这位叶富他的晚年怎么办是不是很凄惨所以不会讲就是大家要自己小心一点。那我之前在影片中我也提供一招嘛，就是说你不要把房贷还清如果你还清，你就再去借一点故意的欠银行钱让银行来设定你的房子，造成的效果是说，如果诈骗集团他想要端掉你的房子，端走你的房子，他必须过银行那一关，因为银行是设定人，就很难搞嘛，对不对？诈骗集团有这个实力市场上多的是一堆满手房子都没有贷款的老人，先去骗他们所以这就相当于给自己上一个安全锁我自己会奉行这个方法。至于诈骗集团额外叫他拿房子去增贷去干嘛，然后把钱给诈骗集团这个就真的防不胜防。我们大家都要有这个意识去防范那个诈骗集团，因为诈骗集团现在的产值好像很恐怖。我上次看一个新闻，我还有印象几月我忘记了，但金额是1个月内台湾被诈骗总共有报案的126亿，1个月100亿产值呢，台湾呢很夸张呢所以我们就要这样预设你跟我都会是诈骗集团的口袋名单所以千万要小心诈骗这件事情千万要小心这是房子呢，一被骗不是什么晚节不保，是你晚年你要怎么办？流离失所，不懂所以诈骗这件事情我也不知道，看我再研究有没有什么房地产上有防诈骗的事情，防诈骗的技法，我再拍影片好了，然后看能不能帮我的观众们保护好保全好自己的财产以今天这个报道里面的叶富这叫防不胜防这个房子没贷款是一回事，人家有没有要动他的房子或贱卖他的房子或者夺走他的房子人家叫他去增贷他也就去了，然后弄一弄2000多万出来，然后要交给那个诈骗，莫名其妙不知道